偷偷地撕开垃圾袋，下一秒却往里面塞了一块高爆炸弹，然后又倒满特制化学液体，接上导电开关后，再按下计时器，紧接着就来到马路对面，在爆炸时间还剩7秒的时候，直接扔在他们脚下。爆炸声过后，混混瞬间死伤一片。老黑又从旁边背起一个300斤的麻袋，返回到爆炸地点，把事先准备好的替罪羊放出来，伪造成2个帮派火拼的样子。这时，一个没死透的混混还想开枪，却被老黑抬手击毙。紧接着又把手枪的指纹擦干净，塞到替罪羊手上。然而就在他要离开时，发现一蓝衣女子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可老黑却不敢再逗留，快速逃离了此地。随后来到雇主这边，这次杀了6个匪徒，得到6万美刀。对老黑来说，只要是无恶不作之徒，他都不会手软。这时雇主又从怀里拿出一张相片，正是他的小女儿，却被人贩子拐走。当发现时，已经惨死在垃圾堆。他现在只想为女儿报仇。老黑听后立即答应了下来，接着便是找到当地最大的军火商吉米。吉米这边有各种武器，只不过老黑一眼就看中了这把重型狙击，以1天1000美金的价格租下了它。老板也很爽快，当即就赠送了一个带夜视的15倍镜。准备好一切，老黑立即来到寺庙的一座高塔，因为通过这个位置能清晰看到对面的情况。随后便把自己的用金藏在隔板内，防止落入他人之手。接着又从包里拿出狙击枪，等候目标的出现。可就在这时，之前的蓝衣女子又突然出现，而最令人吃惊的是，老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，他一把掐住女人的喉咙，质问她为何跟踪自己。不料蓝衣女子却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单身30年的老黑显然不信，当即就把蓝衣女子绑了起来，然后又塞住她的嘴巴。只是等了1夜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第2天，为了将狙击枪的声音覆盖住，老黑决定自制一个消音器。可就在这时，蓝衣女子整个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，这症状显然是毒瘾发作。老黑猜测她可能就是从毒贩手中逃脱出来的，便决定给她强制戒毒。随后又借助和尚敲钟的声音安装好消音器，接着又把15倍镜调整到最佳的观看效果。很快就来到了晚上，见蓝衣女子已经稳定下来，便给她喂了几口农夫山泉恢复生机，而自己1天1夜都没休息，也开始疲惫，就让蓝衣女子帮他监视对面情况。哪知刚刚睡下，那伙毒贩子就出现在俱乐部。在蓝衣女子的提示下，老黑立即起身架好狙击枪，果然下方人员正在火拼，老黑却是先瞄准了司机，断掉他们退路。接着是下一个。在重狙枪的打击下，几乎是一枪一个。因为有消音器的加持，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开的枪。很快，这伙人都被一一击毙。随即，他就来到雇主这边，可没想到，对方却开始耍赖，没按照规定付钱。然后便带着蓝衣女子离开。转眼到了第2天晚上，老黑却发现他们牵了一头白象出来，而在泰国这是代表休战的意思。原来黑老大通过战报发现这绝不是对方应有的水平，于是2家便决定先找出隐藏的第3人。为了能更好应对接下来的局面，老黑再次来找吉米，岂料却遭到门外保镖的阻拦。得知老黑还要租借武器时，吉米怎么也不愿意，因为现在黑老大正全面追查，他不想再惹祸上身。老黑表示这是最后一次。吉米只好带着他前往另一个仓库，而这里的武器更先进。见老黑都没看上，吉米只好拿出他的镇店之宝巴雷特82.5口径，显然这正是老黑所需要的。随后又挑选了一把杀伤力极大的手枪，可下一秒却狠狠给了吉米一拳。而他这么做的原因是想对方可以用被绑架的借口掩饰毒贩的追查。随后老黑便带着武器准备下一场屠杀。老头有个特殊嗜好，每次在撸串的时候都要将叉子插入脸上进行消毒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就是一个对自己都这么狠的黑老大，却仍然有人要找他的麻烦。只见老黑架起狙击枪，瞄准他所在的别墅，确认这些都是拐卖人口的毒贩后，便开始扣动扳机。第1个，第2个，第3个。老黑瞬间干翻10几人，可就在这时，却突然看见小梅的身影出现在对面。不等他反应，一发子弹瞬间击中他的手臂，正是藏在对面的狙击手。老黑立即架枪开始寻找对方的身影，可角度不对，并没有打中。更糟糕的是，对面的保镖也发现了他的身影，紧接着又挨了一枪。等他再次架狙想要开枪时，却发现扳机已损坏。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老黑只能快速逃离，并趁着夜色躲在了垃圾桶后面。而对方保镖都已冲了出来，幸运的是没有露出牙齿，这才与搜查的保镖擦肩而过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他便悄悄溜到卡车旁边，将落单的2人制服，在拿到钥匙后一把将他敲晕，接着开枪射杀另一人，然后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尽管门口有保镖拦截，但老黑还是成功冲了出去。不料一保镖却是扛出了火箭弹。老
老黑再一次化险为夷。然而在半路时，却听到车厢内传来声音，于是连忙下车查看。打开车厢后，竟发现里面都是失踪的少女，而蓝衣女子也在里面。他赶紧叫他们出来，并说到以后自由了。可里面几人却怎么也不愿出来，担心被抓后死于非命。眼见如此，老黑只能单独离开。但对于小梅为什么出现在房间内，却是异常气愤。Why don't you tell them if they would stop what they are doing, you would stop killing them? We shouldn't have left the girls. 然而老黑听完却是心痛不已，只要人犯在，他们就不敢离开半步。等回到寺庙后，老黑却因伤势过重瘫倒在地，再次醒来，自己已缠满绷带，却见小梅慢慢爬上了自己的身体，可自己却根本动不了。紧接着又见她突然悬浮在空中，一阵眩晕感袭来，小梅的脸上也布满符文，吓得她一激灵。原来刚刚一切都是梦，可奇怪的是，自己的伤势竟很快就恢复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老黑因为走的时候并没带上枪支，很快就查到了吉米这边，但吉米却谎称自己也是遭人打劫，还特意弄了一下鼻子的伤疤。只是对于这个答案，毒贩并没有因此相信他，于是派了2个保镖时刻观察他的动静。可刚到晚上，其中1名保镖就被老黑当场拧脖子，然后拿起步枪，又将另外1人击杀。接着再次找到吉米租了一把散弹枪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老黑又找到了人犯的另外一处窝点，随后从女孩口中套出他们老板的地点后，便往目的地赶去。哪知刚刚上楼，就被女孩呼喊有人杀老板，一时间保镖们蜂拥而动，而老黑也不再手软，对着这些人就是一拳一个。可刚刚解决完这些，又遭到他们2名枪手射击，老黑只能躲进房间，组装好自己的散弹枪，接着1发子弹就将他们轰飞了出去。配合这大杀伤力的武器，几乎就是一枪一个。而老黑在此刻也是杀红了眼，不管是楼上还是楼下，都没能挡住他的脚步。虽然最后时刻遭到偷袭，但老黑此时就如同开挂一般。很快就将2人送去了大西北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等幕后之人出来时，却发现是他的雇主。原来他是黑老大的儿子，而让老黑帮他解决的那些人，都是他的死对头，目的就是能顺利坐上第一把交椅。此时他又拿出一张相片，说到只要杀了这个2当家，就能得到100万。老黑本不想陷入这权力之争，但想到给小梅一个好的未来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殊不知，一场针对他的计划却已经开始上演。男人刚刚架起狙击枪，就发现了一丝不对劲，接着在他身旁就卷起一股小旋风，耳边也响起和尚念的经文。而他的手臂却开始出现符咒，甚至在额头处也多了一个印记。等他再次睁眼，树林的敌人也都变得清晰可见。老黑再次提枪上膛，然后瞄准，仅仅一枪就带走对方2人，随后游走在树林中，几乎是弹无虚发。此时的黑帮并没意识到，他们已经被老黑1人包围住。尽管他们人多势众，但在一个顶尖杀手面前，再凶狠的黑帮也只有被屠杀的份。仅仅片刻功夫，100多人就相继倒下。看着小弟一个个被击杀，2当家瞬间愣在了原地。下一秒，他到死都没看清对方的人影。虽然解决了2当家，但老黑也明白肯定会遭到报复，于是决定出国暂避一段时间。但在临走时，他给小梅留下了50万，说到已经联系好友帮他办理了入学申请，会来这里接应他。说完，老黑就离开了此地。可意外却再次发生，黑帮直接闯进了吉米的家中，通过一番严刑拷打，吉米再也支撑不住，只好交代了出来。没多久，老黑便接到他的电话，声称那女孩已被对方抓走。与此同时，黑帮也派出几百人来到机场，只是等他们进来后，老黑早已偷偷乘车离开，随后又悄悄返回，打晕司机，开着汽车一路狂飙。可等回到寺庙后，发现这里已是一片狼藉，僧侣也惨死其中，而楼顶只剩那条白色连衣裙。老黑顿时怒了，开着车就直接杀到了黑老大的家中。老黑直接控制住了黑老大，而他的雇主和好友吉米也在这时出现。虽然被几百人拿枪指着，但老黑却丝毫不慌，并让黑老大交出200万和小梅换自己的命。听到这话，黑老大的儿子显然慌了，因为这背后的主导者就是自己。担心泄密的大儿子便想开枪，不料却被身边的吉米一枪爆头。原来他先前都是假意投靠黑帮，目的就是协助老黑。看见自己儿子被射杀，黑老大却并不伤心，只因他早就知道儿子谋逆的心思。最后他把女孩都叫了进来，可通过观察，老黑却并未找到小梅的身影，于是让他们交出在寺庙抢来的女孩。可2当家却表示那里除了僧侣根本没有别人。老黑立即从墙上找出一张相片，让他看清楚。可黑老大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瞬间懵逼，原来这是他抢的第1个女孩，可早在30年前就已不在。老黑彻底不淡定了，回想起他们先前的种种，想到他说的话，
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。直到现在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对方真的是阿飘。他的目的就是指引自己救出这些女孩，成为那一道光。而黑老大也讲信用，最后把女孩全部都放走了。